1000万以内的 SUV 找不到对手。一夜之间，竹之六火了。这个售价5毛5分钱的竹之六啊，据说一天卖出去几十万，我估计现在几十万都挡不住了，得上百万啊。所以你可以看国内现在互联网的平台，各个平台上都是大家摇竹之六的视频，有在大街上摇的，有在汽车上摇的，有对着鱼缸摇的，还有在家里摇的啊，给人感觉摇竹之六成为了一个新的全民运动。要说竹之六啊，这种古典玩具啊，在当下应该是没有什么吸引力。它起源于汉唐，距今1、2千年的历史了。现在的年轻人都玩什么？都玩 iPad 啊，谁玩竹之六啊？我们小的时候都不玩这个了。那它一夜之间复兴大卖，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华为的遥遥领先的余承东。遥遥领先第一前，不是遥遥领先第一前，是否超越遥遥第一前，是否超越超越第一前，继续遥遥领先第一前。话说余承东啊，在2023年啊，华为问界 M9啊，这产品发布会上，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上一代 M9上市之后，无论是在500万以内还是1000万以内，我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地球上真正的已经上市的车里面，性能最强悍的 SUV， 没有之一。我说话不是很谦虚，大家可以比啊。大家听到了吗？人家余承东说的是啊，这华为问界 M9是1000万之内最好的 SUV， 一点都不谦虚啊。所以现场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啊，一片惊叹之声。有好事者就发现啊，说是现场的惊叹声啊，跟这竹之六摇起来的哇哇的声啊很类似。所以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啊，就有博主呢就把这竹之六的视频上到互联网上，他打了一个标题，说这是1000万之内最好的玩具。当然明眼人都知道，这1000万之内最好的玩具肯定是阴阳余承东的。余承东呢说那个问界 M9是1000万之内最好的 SUV 嘛，那我这个玩具就是1000万之内最好的玩具了啊。更有好事者就发现说竹之六这个玩具啊有点意思啊，你看摇的时候不有线头吗？你一掐这线头，它马上就没声了。这个玩具我掐着脖子它就没声音了。是吧？这没声音了，我一松手。这个呢，有人觉得这更像是阴阳华为。华为呢比较强势嘛，动不动就掐别人的嗓子嘛，不让人说话嘛。于是乎，这竹之六这个视频呢，就在网上开始火爆传播。就在这个时候啊，华为的法务部出马了。华为的法务部那在市场上大名鼎鼎啊，一向以态度强硬啊而著称。他们就开始投诉，说这个视频呢在抹黑余承东，在贬损华为的产品。那有人就说了啊，你看这视频中间一句余承东都没提啊。但是人家说你没提也不行，你说1000万之内最好的玩具，你这就是能联想到余承东当时说的1000万之内最好的 SUV。要不你的一个5毛5的那个竹之六，你怎么可能值1000万呢？谁会用1000万来形容一个竹之六呢？你明显是在贬低我们华为嘛，说我们的华为的问界 M9可能就跟你一个5毛5的竹之六差不多的价值嘛。你这就是超出了一般调侃的范围，就是在抹黑我们华为的产品，所以要求产品下架。那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有几个人得罪起华为呢？于是就把这些产品都给下架了。这个玩具暂时不能玩了，至于原因你们应该懂我意思，我就不多说了。那个投诉理由我就不放出来了，因为靠那个还能被下架。不出意外，我的视频出了意外了，居然被华某某投诉下架啊！就是我分享这个小玩具的视频，就是这个玩具，我不知道这个玩具到底侵犯了谁的权益啊，让谁这么恼羞成怒。投诉人的名字是华星星啊，大家可以看看。他投诉的理由是贵平台大量用户转发标题含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的相关视频。首先，我被投诉下架的这个视频标题没有写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啊，我的视频里边我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一下架不得了啊！这个下架被投诉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呢，那很多网民就不服了啊，说你余承东是一个公众人物，你这个公众人物，我就调侃你几句，你至于吗？你就把这东西都给下架了。
你作为公众人物啊，你已经享受了公众人物给你带来的这个商誉，给你带来的便利条件，你推广你华为，那这个时候我贬损你几句还不行啦？你应该有容忍义务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这种投诉的本身呢，它是不是违法啊？我觉得其实理由也很牵强。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律师就讲了，吴律师觉得这样的类似视频是真的侵权了吗？我刚才看那个具体视频，我不知道为什么被下架，因为竹资料就是一个小孩喜欢的玩具嘛。那个视频里不就摇着哇哇吗？对，本来这个竹资料这个摇是不是就这个声音嘛？对。那我看人家发视频也没有做任何什么指向哪个产品，这个视频我觉得本身内容没什么问题，不然你这个玩具都不让人家发布，人家摇发出声音难道都不让发吗？我搞不懂这个视频本身有什么问题。那会不会是评论区引导问题？上次我们吴律师也给我们普及过，可能评论区大家发视频也要管控好，有一些确实有刚才那个理由，比如说1000万以内最好玩的玩具，还有一些比如说余音绕等等这样的词，会不会有一些指向性？刚才说投诉下架的理由啊，说这个戏谑什么反讽，对对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呢？难道这个不能戏谑表达一些词汇吗？我也无法理解这种怎么会降低某一些什么企业家的形象或者声誉，这个我也是理解不了的。律师刚才说的话我很同意，就算是人家在这个过程中间阴阳你华为了，就算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些弹幕过程中间有一些词啊说到你华为了，你这个联想的方式你就让人下架啊，说实在的做的有点过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了嘛，一方面华为是在投诉很多人下架，但另外一方面有更多的人就把竹知了这个视频呢传到网上去了，包括呢马未都，我看这2天也专门发了一个视频啊。这个声音呢是1000年以前的声音，我们听一下啊。余音绕梁，对，声音特别差。这届网友呢非常有创意。我这个节目是好几年前在大同云冈石窟拍的，我当时拿出了这组法铃中的1枚，我说让他们听一听1000年以前的声音。结果这些年啊，我这个动作和这铃声被各种恶搞，搞得我非常高兴。我再给你们打一个对折，听一下250年前的声音，闭上眼睛听一下250年前的声音。一开始啊，是有人用马未都前一段时期那个视频听一个盛唐之音那样的一个视频呢，把它变成了一个哇哇哇。然后呢，马未都看完之后呢，自己又发了一个，也是那个哇哇哇。按道理来讲，其实马未都根本没有必要掺和这事儿啊。但马未都都掺和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其实就是华为这件事情真的触犯了众怒。那么你可以看一下，现在网上铺天盖地的全是各种各样的竹知了的视频，全都是在说1000万之内这是最好的玩具。那这个时候华为你还投诉得过来吗？所以华为现如今就陷入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继续投诉，没有办法再表现自己强悍战斗力的那样一种窘境。说实在的，就是一句话，华为被自己的强势作风反噬了。这个我们这个啊。今天啊，我就来聊一聊啊，就是华为被自己反噬背后的故事啊。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余承东这个人，也包括华为啊，有点不自量力。为什么呢？你说影射这件事情在中国违法不违法啊？也违法。那你要看谁？你比如说啊，包子你敢乱讲吗？庆丰包子，对不对？你在中国互联网上你讲庆丰包子，真有可能抓你。或者说你说维尼熊，或者说你说现在是崇祯元年，你看抓你不？真抓，我都听到过很多个这个案例了啊。那是因为什么？影射习大大呀。但是你想想啊，人家影射习大大被抓，那是因为习大大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呐，那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独裁者，对不对？你余承东，你虽然遥遥领先，你虽然华为在中国你干得很不错，但是你也不是独裁者啊。你怎么把自己打扮成独裁者的那样一种形象了呢？就算你的产品很了不起啊，但是你拥有独裁者的权利吗？没有啊。你别把你自己产品搞的过程中间，你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这个政治领袖，这就是僭越。当你有一天你别把产品做好了啊，你登基了，
你再这么做，你余承东，我看网上也有人给他 P 了一张图啊，说弄了一个皇帝的服装，对吧？人家网民讨厌你，就是因为你这套做派就是一个专制独裁者的做派。但是在中国，你要知道，专制独裁只有一个人可以享用啊。所以我就说余承东这件事情啊，他是僭越。我要在国内我就举报他，这种实际上他是说白了，他有图谋谋反呐。这在过去的话，搞不好图十足。他别看他现在是华为的一个 CEO 啊，这个发展起来啊，他真有可能成为一个独裁的王国。那你就想谋大位吗？谋逆呀。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实际上是不自量力，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啊，华为啊，其实这种所谓的强悍的作风啊，它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它是过去几年华为的法务部一向如此。我看到这个竹之六的事件中，我就想起了2年前的一个案例。当年2年前啊，在 B 站上有个 UP 主啊，这个 UP 主叫智驾功德榜。这个智驾功德榜是一个广西人啊，好像姓李。他是一个华粉，还挺喜欢华为产品的，好像自己还买了一辆华为的汽车。这华为当时不是有这个智驾系统吗？刚刚上市吗？他在开智驾的过程中，他自己用行车记录仪拍了一些视频啊，然后他发到网上，他搞一些测评。除了他自己的测评以外呢，他还接受网友啊给他的投稿。投稿里头呢，既有华为的，也有小米的，也有一些什么比亚迪的啊，也有特斯拉的，但主要是华为的，华为的比较多啊。然后他就搞了一个评分系统，这评分系统里头啊，就是说避免撞一个人，那就5分，然后你避免发生一次事故，这1分，如果是避免撞多人，就是50分等等，它就有个打分系统啊。那反过来，如果你真撞了一个人，就扣50分，真撞了多人就扣500分啊，这样一个打分系统。然后呢，就让大家投稿，投稿呢就定期发布一个排行榜。在他这个排行榜的视频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啊，关于华为的有好有坏的，有的好的呢就是华为，你看关键时期啊，他就避免了交通事故，他还点赞呢。但是呢，也的确有华为当时的那个智驾系统过程中间发生车祸的，或者说差一点发生车祸的都有，在当时啊。但是他这个视频发了之后呢，就引起了华为有关部门的注意。那华为呢就跟他沟通，说你把我们这都删了。当时呢，就是华为有一个自己的律师嘛，就跟他联系啊。我这边是那个华为，就之前联系过您的华为这边的委托律师啊。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华为这边也有关注到您近期有发布一些关于华为智驾这一块的一些就是视频内容嘛。华为这边的话，就是还是希望您这边能够删除，就是您账号里面关于涉及到华为以及华为合作品牌的相关视频内容。我这视频没什么啊，也没说什么。但是你看，你给华为啊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啊，就希望他能删了。更重要的是，在录音的最后他讲了，像网信办这一块，其实现阶段开展的一些就是清朗整治自媒体的一些专项行动中，也有特别提到，就是收集企业一些负面信息的账号进行打击的，有一些进行特别说明的，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关注到？这段录音播出之后不久，这个 UP 主啊就怂了，最后呢就把这个他自己所有的视频都下架了，然后他还写了一个声明。就说他再也不搞了，他认怂，再也不搞这种所谓的自驾测评了啊。他这个账号一共存续了也就4个月的时间，积累了2万多粉丝。最后呢，以这个智驾功德榜啊自己呢消耗呢而告终了。华为后来还发了一个帖子，说华为打击这个不良自媒体啊，好多有些是黑公关，我们已经把它抓起来了。但是像这种智驾功德榜这些自媒体的啊，也都被我们给搞得消耗了。发了一个战绩表，好像有几10个这种自媒体都让他们给搞消耗了啊。那除了这个自驾功德榜以外啊，大家都知道2024年啊，华为当时还在网上悬赏500万呢，说悬赏抓这个黑公关，后来就抓了几个人，真的都被有关部门给拘留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华为的法务部那是非常强悍的。那么我当时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差点想做节目，后来没做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那今天我为什么提这件事情啊？就是当时华为在2024年它的智驾上市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智驾的江湖，那肯定是群雄割据。华为呢推出这个智驾产品啊，确实有很多问题，并不像今天这么成熟。因为现在的智驾产品啊，每隔几个月都迭代的速度很快，所以华为智驾那个时候的确有各种各样的车祸，然后的确也有智驾过程中间不完善所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状况。那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把它发出来，警示其他的消费者，有什么错呢？那这个过程中间你都不让人说话，最后呢还用网信办清朗行动去威胁人，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没底线。假如说你认为这个 UP 主啊真的侵权了，他收了黑钱，然后有意抹黑你华为哈，那你起诉他嘛，甚至你报警都可以啊。大家都知道小米，那前一段时期不就是把有一个 UP 主给告了吗？那个 UP 主不是搞那个撞击测评吗？撞击测评过程中间就说小米有问题啊，他在那里头动了手脚，他有意隐瞒了这里头，把那个什么拿掉了之后啊，蓄电瓶拿掉了以后再去撞。那这个小米最后告完之后，那个 UP 主就被抓起来了嘛。我认为如果有意抹黑一个企业维权完全没问题，但是你利用公权力直接就是搞清朗行动，说人有意搜集企业负面信息就要打击，那你这就是利用公权力啊，你掐别人脖子不让人说话啊。那这个 UP 主当时啊，他在节目里头也讲了啊，他说其实他讲的华为的一些产品缺陷也有利于促进华为自己产品的改善。他觉得自己实际上是在帮华为吗？但华为不这么认为，他就认为这种负面信息都不应该在市场上存在，所以最终就把这个智驾功德榜这个 UP 主给掐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华为这个强势不是今天开始的。为什么竹知了这个事件能够发生？它期来有自，华为法务部一向强悍如此，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啊，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很多人都拿华为跟小米做对比。特斯拉是全球电动车的标杆，奔驰、宝马、奥迪30几万到50几万的这个车的空间，给它一把给它干。这件事情我们可能需要3年甚至5年学习。这个 T 啊，这个 T 大家都知道是另外一家啊，就美国的一家公司，是吧？我们比它还是好很多。小米这次呢也趁机啊调侃了一下华为啊，我看他们出了一个海报，说你到我们小米这个店里头送你一个竹知了，这也是在调侃华为啊。那有人说，当年2015年的时候啊，大家还记不记得那雷军搞那发布会的时候啊，他不是当时说呢 Are you OK？ 这个用中式英语啊说了10几遍，结果呢就被 B 站上有一个 UP 主啊这个捕捉到了。Thank you. Are you okay?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调侃雷军嘛，是吧？还挺鬼畜的啊。结果这首歌啊上线之后，大家都纷纷传播，那就是在调侃雷军呢，调侃小米啊。结果人雷军呢不但没生气，还把人家这个Are you OK 的这首歌的版权给买过去了。买过去之后，还在自己的网站上放。后来他在改发布会的时候还放这首歌。你瞧瞧人雷军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做得挺好。为什么呢？因为网民的这种调侃呢，如果你善于利用，其实是一种正向的传播价值。所以这次就有人讲了，说啊，其实华为这次很愚蠢。如果这竹知了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华为就是把竹知了的这个视频拿过来，他自己放。他说你看，我们这个余承东说完了这个1000万最好的 SUV， 然后呱呱呱搞一个这个竹知了这个视频出来啊。相反，大家觉得华为好，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播机会，结果他们不但给浪费了，还成为了反噬自己的流量。为什么？因为小米在那个过程中所表现的是一种谦卑的那种态度，而华为呢表现的是一种强悍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远远超越了不止一代，连我们的底盘、车身操控域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豪华品牌那个卖到700多万的、1000万的 SUV 的能力。我觉得小米要到特斯拉这个程度，可能还需要5到10年。不是第一阵营啊，我说话不是很谦虚，我们是第一名，不是第一阵营啊。消费者谁会喜欢你企业表现出来的一种强悍态度啊？是吧？我买一个产品，我又不是买一个爹，是吧？你搞这个老登这样的样子，是不是？你天天给人感觉就像我们自己的爹妈似的，是不是？那这种态度谁喜欢呢？
所以它真的应该向小米去好好学习一下。包括雷军前一段时期搞那个从北京开车到上海，那不是很多人嘲笑他吗？很多人调侃他吗？你看雷军不就是一笑置之吗？所以我觉得余承东这一点确实做的是不如小米，这是第3个方面。第4个方面，我们紧接着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华为的法务部这么强悍？为什么他们不像其他的民营企业那样面对消费者的时候那么谦卑呢？我觉得这里有个背景，就华为虽然说是一个民营企业，但它在中国地位非常特殊，它其实比很多国有企业的地位还要高。为什么呢？因为华为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是中国的国家战略行业。华为最基础的产品不是什么新能源汽车，也不是手机啊。说实在的，你别看余承东在华为的知名度高，但在华为的产品线里头，它其实属于边缘性产品。它最核心的产品是什么？武器啊，芯片啊，这是中国啊现在跟美国竞争过程中间最重要的、最厮杀最激烈的战场啊。而且华为这些年说实在的也确实是做得不错啊，我们客观来讲啊。所以孟晚舟当年被加拿大抓起来的时候，习近平都亲自出面跟特朗普谈。最后呢，孟晚舟也是在中国国家力量的干预之下，才被从加拿大释放回国。你其他的民营企业你能做到这一点吗？你做不到吗？就是因为华为本身的产品，它是代表着一种国家竞争过程中间的关键产业，它背后有着十足的国家利益，所以国家才给它加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就华为的任正非他所搞的华为的治理结构啊，共产党特别喜欢。你想想，华为是一家民营企业啊，但是任正非的占比多少呢？只有1%几啊。华为实际上是一家公众公司，没有绝对的控股啊，政府也没有控股啊，政府在这里也没有股份啊，那就是任正非。那么任正非呢，也没有在境外搞什么信托基金，也没有把资产转移到境外，对吧？然后跟共产党关系又特别融洽，听话呀。所以大家还记得吗？2年前习近平在北京搞民营企业家座谈会，选了唯一一个上台发言的人就是任正非。所以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啊，这任正非就是民营企业的样板。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你们都看好了啊，向任正非学一学，把自己的股份搞低一点，然后呢跟政府关系搞好一些，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在共产党眼中间的最好的榜样。那么正因为如此啊，华为就获得了政府大量的政策的加持。这个政策的加持不仅仅说你产业竞争过程中我给你一些补贴，它拥有了一般企业所没有拥有的一些权利或者说特权。你想想，你就算一般企业的法务部，你随便发一个这个律师的声明，人平台就买单吗？不一定吧。但华为的法务部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来自于政府背后有形无形的支持，就来自于华为跟政府之间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导致了华为的法务部这么多年来啊，他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他的战斗力越来越强，把那些什么智驾功德榜啊，很多的小 UP 主通通都给拿下了，有的甚至给送到监狱去了。但是啊，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啊，木直而易折，兵强则灭。什么意思呢？说你这个军队的力量，你越强的时候，你越要面临覆灭。你是木头啊，你越直啊，你越容易被吹倒。当你这样一种形成的既有的这样一种形式逻辑啊，最终有一天触犯公众情绪的时候，你就要翻车。而这次竹知了的事件最为典型。中国的老百姓，我不敢随便喊戏包子，我不敢影射这个习近平，我还不敢影射你这个余承东吗？你现在你毕竟没有登基呀，你将来哪一天登基以后，我才不影射你，对不对？现如今我们已经有一个不能影射的了，我吃个包子我都担惊受怕的，我说个维尼熊都不行。现如今你们现在华为这样的一个产品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呢，还没有占领全世界市场呢，好家伙，这就已经拿出一副草木皆兵皆入罪的这样一种态度了，那老百姓还不反了吗？所以我看网上有一个评论说得好，华为过去的形象啊，给人感觉就是一艘破船，面对强权的打压，
不屈不挠，一副受害者的这个角色。的确啊，华为这些年啊，在跟美国竞争的过程中，那美国对它的打压，对它禁运，对它进行制裁，华为呢自己呢奋起反抗，那民主的脊梁，那给人的形象就是这样。但是现在呢，在竹治疗的事件过程中间呢，它不再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了，它是一个加害者的形象。你想想，加害者突然之间，这个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人们那个情感马上就发生了位移。所以啊，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对华为最大的教训就是如此。华为你能获得今天的成绩啊，虽然有你自己内部啊这些员工的奋斗，但也别忘了，也离不开普通百姓对你们的支持。你们过去做5G、做芯片，你不是跟直接的消费者打交道，无所谓。但是当你做新能源汽车，当你做手机的时候，你直接面对每一个消费者，你就离不开消费者对你的支持。假如说你最后通过打击一些人，把消费者的人心给打散了，大家不再支持你了，那其实你这华为的产品再好，大家也不会再买单。所以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我觉得值得华为三思。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说这么好的车，你咋不早点告诉我？如果这个上这抹一个键，它的品牌贴着，这个我们这个是吧？如果对不起，前段时间我刚被封了7天，今天刚解封。在此之间，我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都怪我乱讲实话，不是把你们在发布会上曾经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都怪我，对不起，我是汉奸，我不爱国。我们继续领先，支持你们家的产品，11领先，领先美国，11领先。